下班回家，杯子在原位，衣服在原位，碗盘也全部在原位，好像他们都在等你。而你转头一看，另一半正躺在沙发上滑手机。你心里冒出一个疑问，甚至有点委屈：为什么总是我在收？最气的不是做家事，而是那种你已经累到不想说话了，却还要当家里最后一个清醒的人。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学单元，这里是星光心理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每对伴侣几乎都吵过的问题：为什么另一半总是不收拾？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很多家事冲突真正吵的从来不是碗盘，而是被看见这件事。先讲一件很颠覆的事，很多时候伴侣不收不一定是因为懒，而是他的大脑真的没有把那件事判定成现在需要处理。心理学研究发现，人对环境杂乱的敏感度其实差很多。有些人一看到桌上堆东西，他的大脑就会立刻跳出这里要整理了，但有些人的大脑会自动解读成东西还在啊，没什么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你看到的是待办事项，对方看到的只是背景。这种差异和长期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。如果一个人从小被训练看到就要处理，他的大脑就会建立很强的环境警报系统。但另一个人可能从小家里就比较随性，于是你们进入同一个空间后，就像两个人在玩不同难度的游戏。一个人的脑中警报器已经响到快爆炸，另一个人还觉得现在不是还好的吗？所以很多时候，真正让人崩溃的不是家里乱，而是你怎么可以完全没感觉？接下来是伴侣关系里最常见的一句话：这个家是不是只有我在过？有趣的是，几乎每一对伴侣都觉得自己做比较多。心理学把这叫做自我贡献高估效应。因为人类的大脑特别容易记得自己的付出，你会记得自己下班很累，还洗碗、折衣服、拖地，但你不一定会注意到对方早上有去倒垃圾，帮忙领包裹、换滤水器。因为不是你做的事，大脑不会主动存档。更麻烦的是，家务里最累的通常还不是做，而是记得。像是洗碗巾快没了，下周要缴管理费，冰箱的菜快坏了，浴室卫生纸剩最后一包。这些事情看起来没人在做，但其实有人一直在默默记着。心理学把这种东西叫做认知家务劳动，也就是光是负责记得这个家需要什么，就已经很耗能。所以很多人真正累的不是洗碗，而是永远都要当那个负责想到的人。久了之后，委屈就会慢慢变成一句：为什么什么都要我讲？这里才是今天最核心的地方。很多伴侣吵架，表面在吵谁没洗碗，但深层真正的意思其实是你有没有在乎我。著名伴侣心理学家 John Gottman 发现，亲密关系里最伤人的不是冲突，而是情感忽视感。也就是当一个人长期感觉自己的压力没被看见，大脑会开始把家务不平等解读成我不被尊重，于是原本只是一个杯子没收，最后却变成你根本不在乎我。更深层的是，每个人对家的样子本来就不同。心理学家 John Bowlby 提出的依附理论认为，我们会把童年家庭的氛围内建成对安全感的定义。如果你从小被教导家里干净才代表有被照顾，那么地上的袜子就不只是袜子，它会变成一种信号，这个人没有在乎我的感受。但另一个人可能从小在一很自在的家庭长大，对他来说，乱不代表不爱，只是生活而已。所以很多伴侣冲突其实是两个人带着完全不同的家庭剧本一起生活。那问题来了，
到底怎么改善？高特曼研究团队有个很重要的发现：幸福伴侣不一定家事55分，但他们会让彼此感觉我不是一个人在撑。这非常重要，因为人不是怕累，人是怕自己的辛苦被当成理所当然。所以这里有3个心理学很推荐的方法。第一个，练习看见，不要把对方做的事当空气。一句“谢谢你今天洗衣服”，效果可能比你想象的大很多，因为人类大脑天生需要被认可。第二个，练习描述感受，而不是攻击人格。不要说“你怎么那么懒”，改成“最近家事有点多，我真的有点累，我希望有人帮我一起分担”。前者会让人防卫，后者才会让人理解。第三个，把家务从对立改成合作，不要是“你怎么又不收”，而是“我们一起把家变舒服，好吗？”这个语气差异非常大，因为当人感觉自己是在被命令，就会抗拒；但当人感觉自己是同一队，合作意愿就会提高。伴侣家事心理学说到底，从来不是教你怎么把碗洗干净，而是教你怎么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，依然愿意看见彼此。因为真正让关系变冷的，从来不是地上的袜子，而是那句没被说出口的“我真的很累，你有看到吗？”所以下次，当你又看到桌上的杯子没收时，也许可以先不要急着生气，而是试着说一句：“嘿，我们一起收一下吧。”很多时候，对方不是故意忽略你，他只是还没学会怎么看见你的辛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你们家最常因为哪件家事吵架？我们下一集见。